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23章。最后，这个村子终于醒了，而且很积极。法庭要审一个杀人案，这件事成了大家说的唯一话题。汤姆觉得这件事很难离开他的脑海，每次听到这个犯罪，他都会觉得害怕，因为他觉得这些话都是陷阱。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觉得他知道这件事，但他还是觉得不安。他一直很害怕。他带哈克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想和他聊聊这件事，说出来会让他觉得好一些，可以和另一个人一起分担痛苦。他还想知道哈克有没有说错什么。哈克，你跟别人说过这件事吗？哪件事？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？啊，当然没有。一个字也没说？半个字也没有。我发誓。你为什么问？因为我害怕。汤姆·索亚，如果这件事被发现，我们活不了2天。你知道的。汤姆感觉好了一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哈克，没有人能让你说出来，对吗？让我说出来。如果我想让那个人淹死我，他们就可以让我说出来，他们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好吧，我觉得只要我们不说，就是安全的。但是我们再发一次誓吧，这样更安全。好。他们再次发誓。大家都在说什么？哈克，我听到了很多。说什么？他们一直在说马夫波特，马夫波特和马夫波特，这让我很紧张。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也是，我觉得他要完了。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可怜吗？几乎总是。他没什么用，但他也没做过什么坏事。他只是钓鱼赚钱，然后喝酒，他经常到处走。但是，天哪，我们都在走，至少我们中的很多人，牧师和那些人。但他也有好的一面。他有一次给了我半条鱼，虽然不够2个人吃，而且很多时候他会在我倒霉的时候帮助我。他会帮我修风筝，还会帮我把鱼钩绑在鱼线上。如果我们能把他救出来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们救不了他，汤姆。而且他们会很快把他抓回去的。是的，他们会抓他的。但是，当他们把他当成坏人一样说时，我受不了。明明不是他做的。我也是，汤姆。当我听到他们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，为什么不早点把他绞死时，我受不了。是的，他们总是这么说。我听到他们说，如果放了他，他们会打他。我相信他们会的。他们聊了很久，但没什么用。傍晚，他们发现自己在监狱附近走来走去，也许是希望发生一些事情来解决他们的困境。但是什么也没发生，好像没有人在意那个可怜的囚犯。像以前一样，孩子们走到牢房的铁栏杆旁，给了波特烟和火柴。他在1楼，没有人在看他。他总是对他们的礼物表示感谢，这让他们觉得难过，但这次比以前更难过。当波特对他们说：孩子们，你们对我很好，比村里其他人都好，我不会忘记的。我经常对自己说，我帮所有的孩子修风筝，告诉他们钓鱼的好地方，我是他们的朋友。现在除了汤姆和哈克，没有人记得我。我现在遇到了麻烦。不，他们没有忘记我，我也不会忘记他们。好吧，孩子们，我做那件事是因为我当时喝醉了，我只能这样想。现在他们要为此绞死我，这样做是对的，而且最好这样，我希望如此。
我们不要谈论这件事了。我不想让你们难过，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。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不要喝酒，这样你们就不会来到这里。你们往旁边站一点，让我能更好的看到你们。当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时，看到朋友的面孔是一种安慰，而且除了你们，没有人来这里。好朋友的面孔，好朋友，你们一个背着另一个，这样我就可以摸到你们的脸了。这样就好。把你的手给我，你的手可以伸进铁栏杆，但我的手不行。你们的手很小，但他们帮助了我很多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们会帮助他更多。汤姆非常难过地回到家，那天晚上的梦都是可怕的。第二天和接下来的一天，他都在法庭附近走来走去，想进去，但又不想进去，留在外面。哈克也一样，他们小心地避开对方，他们时不时地走开，但还是会回来。当有人走出法庭时，汤姆会仔细听，但他总是听到坏消息，情况越来越坏，对可怜的波特不利。到第二天结束时，村里的人都在说，那个人的话是真的，陪审团的判决没有问题。那天晚上，汤姆很晚才回家，从窗户爬上床，他非常激动，过了很久才睡着。第二天早上，所有村民都聚集在法庭，因为今天是重要的一天，男女老少都聚集在礼堂里。经过很长的等待，陪审团走了进来，坐在他们的位置上。不久之后，波特被带了进来，他脸色苍白，很害怕，戴着镣铐，坐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。那个人也出现了，和以前一样冷漠。又是一阵等待，法官来了，警察宣布开庭，律师们开始小声说话，整理文件。这些细节以及等待，让人觉得既印象深刻又着迷。一位证人被叫出来，他说，在犯罪被发现的那天早上，他看到马夫波特在小溪里洗手，然后立刻走了。经过一些提问，检察官说，对方可以提问。被告抬起头，但他的律师说，我没有什么要问的。之后，出庭的证人说，在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把刀。检察官说，对方可以提问。我没有什么要问的。第三位证人说，他经常看到马夫波特有这把刀。辩护律师也没有提问。大家开始生气，这位律师是不是不想救他的委托人？几位证人说，当波特被带到犯罪现场时，他表现得很奇怪。他们都离开了证人席，没有受到辩方的询问。所有关于那天早上发生在墓地里的事情的细节，对被告来说都是不利的。大家都记得很清楚，这些细节被证人在法庭上说出来，但是波特的律师没有问他们任何一个。大家的惊讶和不满变成了议论，这引起了法官的批评。检察官接着说，我们已经证明，毫无疑问，这起可怕罪行的凶手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。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。可怜的波特哭了一声，用手捂住脸，身体摇晃。礼堂里一片安静，很多人被感动了。妇女开始哭。辩护律师站起来说，我本来打算证明我的委托人是在喝酒后做了这件事，我现在不这样想了。请叫托马斯·索亚。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包括波特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汤姆身上。他站起来，走到证人席上。他似乎很害怕。他发了誓。托马斯·索亚，6月17日晚上12点左右，你在哪里？汤姆看了一眼那个人的脸，结巴了。每个人都听着，但他的话说不出来。然而，过了一会儿，这个男孩恢复了一些力量，让他的声音足够大。
让一部分人听到。在墓地里，大声一点，不要害怕。你说你在墓地里。那个人的嘴角笑了一下。你在威廉姆斯的坟墓附近吗？是的，先生。声音再大一点。你离多远？就像我离你这么近。在哪里？在坟墓旁边的树后面。那个人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慌。有人和你在一起吗？是的，先生，我和一起去的。等等，等一下，现在不要说你的同伴叫什么名字，到时候他也会出庭的。你们带了什么东西去那里吗？汤姆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很不好意思。说出来，孩子，不要犹豫，说实话，你带了什么去墓地？只是一只死猫。人们笑了，法庭立刻安静下来。我会解释这件事的。现在，孩子，告诉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。用你自己的话说，不要隐瞒任何事情，不要害怕。汤姆一开始犹豫不决，但他的话语变得更加流畅。很快，人们只能听到证人的声音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大家听得很认真，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，被这个故事吸引了。当这个男孩说，当医生举起木板，马夫波特倒在地上时，那个人拿着刀跳了起来。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顶点。嗖，像一道闪电一样，那个人冲向一扇窗户，冲破了那些阻止他的人，消失了。